九重子大结局之所以没有烂尾，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前面留下的所有坑都填完了。比如雨夜托孤那晚，定国公家的孩子最后出现在陈曲水先生的课堂上，跟窦昭的女儿一起上课，名字叫讲述。再比如曾经因为私会窦昭差点被斩首的乌善，也交代了他在太子登基之后的去向。说到乌善，估计很多人都没发现，剧中早就有2处细节暗示了他最终的结局。故事的最后，太子登基，季永成为新朝第1任内阁首辅，乌善也被召回京，升任工部侍郎。那么为什么乌善无缘无故的就被结束了惩罚，还回京升官了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庆王谋反那一夜，皇后设的鸿门宴了。那夜，皇后以参加宫宴为由，把官眷们都软禁在后宫中。窦昭沉着冷静的应对，当西洋时钟准点报时的时候，宫宴上的大灯里发出了噼里啪啦的爆炸声，吓得众人四散。苏衍趁机拔下簪子挟持皇后，掩护窦昭离开。皇后当时说了一句话：这灯是你安排的，你的手已经伸到了工部。这句话就说明宴会上的灯是通过了工部，才会光明正大的摆在宫宴上那抹显眼的位置。那么窦昭在工部里的爪牙是谁呢？就是爱做木工活的乌善了。就在乌善快要被斩首的时候，宋墨带着圣上的口谕到了刑场。原来在宋墨的劝说下，乌阁老改了政见，求见皇帝说不能打，还主动辞官，以此换得了对乌善的宽大处理。最后乌善被贬为工部员外郎，至荆门督修元佑宫3年。也就是说，从那时开始，乌善就一直在工部。再加上乌善本身就喜好木工，也善于做木工，那么做一些带有机关的灯，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易如反掌。他帮窦昭做了灯，相当于在阻止庆王谋逆这件事上有功，所以他后面才能在罚期还没结束之前就被召回京，还升任工部侍郎。可是乌善为什么会冒这么大的险去帮窦昭呢？有人说是因为他对窦昭还有感情，但我认为他对窦昭的情早就在他出发去荆门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放下了。当时他对着窦昭喊：自由是可以争出来的，去做你想做之事，爱你相爱之人吧。这里就说明他已经放下了对窦昭的痴情，听进去了窦昭的那句自由是可以争出来的，并决定为此行动。所以真正促使他冒险站到庆王对立面的是他自己内心的正直和勇敢，所以他才会在庆王赢面那么大，皇宫还几乎全都被皇后把持的情况下，冒险帮窦昭做灯。其实他帮的不仅仅是窦昭，还有他自己，更有整个家国百姓的安稳。因为人的一生并不是只有爱情这一件事值得我们用心的，真正丰盈的人生永远不仅仅只有爱情这个单一的元素。好在他最后把窦昭的那句自由是可以争来的给听进去了，随后把眼光放宽，自然就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所以在没有选择的时候，不抱怨，不堕落，低头做事，抬头看天，就会发现太阳总会升起，未来一定会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天。比起剧情的波澜，这部剧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主演们的演技、剧情的安排以及导演的镜头细节处理的好。以前很多剧一到结局尾声不是删减就是烂尾，不过这部剧没有，反而是值得细细品尝。因为但凡少看一集，一个足以影响剧情的细节要是就这样被错过，那么大结局你就看不懂了。3个被藏的镜头语言。1. 九重子花半剑。还记得皇帝病重，朝堂被万皇后把持的时候，宋墨入狱，被汪阁折磨九死一生，而窦昭因为忧思过重，胎相不稳，险些也挺不过去。而这个时候两人在梦境相遇，回到了上一世汪阁射箭对向他们的时候，只不过这一次命运齿轮下，那只原本要射向他们的箭化成了九重子的花瓣。当时看的时候，我只觉得唯美，并没有深想，也没有去探究背后的镜头语言。可如今再看一遍，我却不得不佩服导演的安排。九重子原本只是随处可见的野花，却凭着自己的本事，在这不堪的世道里闯出属于他们、属于窦昭的一片天地。当初有一个老人说过，等到有一天窦昭可以有撼动山河的力量，就可以使河流改道，去改变它或者他们的命运。所以梦境里的濒死绝境是他们迎接新生的节点，在那一刻也迎来了属于他们的一个圆满的未来。
对官配的结局刻画细腻，对于配角的刻画也很用心。2. 宋汉送的项链。之前宋汉送给苗安素的项链还记得吗？当时苗安素偷偷跑去见那个车夫，得知弟弟被害的真相，而那条项链就是宋汉在苗安素回来后给他戴上的。宋汉在给他戴项链之前还说这是他逛遍整个京城买来的，而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在我看来他是在追问苗安素去了哪里。或许他知道车夫已经把真相告诉了他，也知道自己瞒不了他。从那以后，宋汉也不再执着寻找车夫，而苗安素脖子上的项链，最初我以为是示爱，是表白，可如今再看，我觉得这也许更像是把爱的人拴住在身边。所以我想，这就是魏石魔宋汉临死前会问苗安素，如果自己肯回头，还愿不愿意原谅他的原因吧。他以为自己可以把苗安素一辈子都绑在身边，也以为只要对他足够好，他也就不需要其他人。事实上，宋汉从不懂苗安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他只是怕连唯一对他好的人都会离开。这样的感情比起爱意的显著，他私心更多一些。所以当苗安素把那条项链一把扯下，除了还自己自由，也是对他的自私最好的报复。除了镜头下的细节之外，还有很早之前就有过铺垫的。3. 墓中的细节，比如乌善，他本英年早逝，然而窦昭的出现救了他，以至于保住一命，只是被贬工部而已。况且还是他喜欢的木匠。多年后，乌善却意外帮了窦昭一个大忙，在万皇后挟持大臣家眷时，乌善做的墓中暗藏玄机。本来我以为只是墓中而已，刚好的爆炸帮忙制造混乱，助窦昭逃跑，可里面却也藏着乌善的小心思。墓钟上面定时指着就是8点，我想这也意味着他们之间第8次见面，毕竟见钟如晤，第8次，好久不见。这部剧越看到后面，越能发现导演藏得的小心思。再比如致敬经典的十重子、11重子。4. 小宋联军的人生答案。结局的最后，窦昭的女儿小宋联军敲课遇到了一个老人，手里拿着9重子等多本类型的书，只不过关于9重子的内容却是完全不同，因为书中本该注定的结局早已经被窦昭改写，而最后小宋联军也迎来了属于他自己的人生选择。其实在我看来，书中的人之所以有了改变结局的契机，不是因为窦昭预知结局帮他们少走弯路，而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就好比苗安素，她活得清醒又洒脱，看似唯唯诺诺的小娘子，可在感情上却又比任何都看得通透。还有窦明，这一世他勇敢为自己的爱情拼搏一次，即便最终是结局是遗憾收场，我想他也从不后悔爱上魏廷瑜。每一个角色看似因为窦昭有了改变，可在我看来，更多的还是因为角色本身自己的选择。所以看到季勇最后的结局，我是不理解的。他跟窦昭一样，能预知每一个人的结局，那么本该一帆风顺、事业丰收的他，为什么最后选择辞官退隐山林？5. 季勇辞官的真相。想要知道季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首先要知道他所在意什么，是什么让他心甘情愿放弃两世执念的首辅位。这一世，季勇没有站错队，他是皇帝安排在庆王身边的卧底，为的就是把那些奸臣小人连根拔起。所以他一直以来都在伪装一个乱臣贼子，演技逼真，手段狠辣，以至于把窦昭等人都给骗了。后来一切尘埃落定之后，他平乱有功，如愿成为了太子登基后第一位内阁首辅，辅佐明君，让百姓安居乐业，享盛世太平。而太子在登基前就素有贤名，而如今登基后人心治国，很多地方都需要季勇的扶持，只是这一次季勇却选择了退隐山林。在我看来，季勇能有这样的选择，一方面是因为太子是明君，登基后处处为百姓着想，不会重蹈上一世的覆辙；另一方面，我想是因为窦昭。所谓的挚爱，在我看来不需要两情相悦，即便是暗恋也可以是如获珍宝的一生难忘。更何况爱而不得的人是季勇，他的感情体系和寻常人不同，他天生没有七情六欲，不知爱是何物，不懂喜欢是什么感觉，从不在乎一人，也从不为一人悲悯。这一世，他为了窦昭吃醋，为了他杀红了眼，受了伤，也一心只有他的安危。他
稳守江山，五护家人。季勇能爱上一个人有多难，在他师父眼中如同枯木逢春，可遇不可求。可偏偏这一世让没有情根的季勇生出情思，感受到爱的甜，爱的痛，爱的求而不得。而如今看到他前面33集的疯狂之后，那么34集结局后选择的退隐山林，一切也有了足迹可循。在我看来，一个冰冷的首辅之位，又怎么比得上情感的汹涌？怎么比得上相思的苦？季勇成为内阁首辅后，难免要和宋墨共事，而他也会忍不住想起窦昭。可尽管喜欢，尽管关心，他也不愿破坏窦昭所向往的幸福，成全他的欢喜，哪怕今后与我无关，也祝卿所求所愿皆能实现。如此一看，季勇又怎么不算找到心中的挚爱？即便爱而不得，季勇也不负自己。他的离开是对窦昭的成全，也是对自己人生负责的选择。窦昭有他追求的一方幸福，而季勇也有属于自己广阔天地。比起执着情爱的困顿终身，不如释怀，好好爱自己。对此，你们怎么看呢？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下你的看法。